投成功！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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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成功！比赛结束了！比赛结束了！比赛结束了！少林寺武僧在国际擂台大开杀戒，一招金蟒缠身将韩国冠军勒到吐血。对手为了保命，赶紧下跪求饶。我挑战谁，谁都害怕，想打我，看我的拳头。好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镜头当中正在出场的小伙高举5星红旗，便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年仅20岁的小将黄振岳。他是一名来自于我们嵩山少林寺的弟子，也就是少林武僧。和这个苗立涛啊，和这个谢维啊，都是师兄弟的关系。6岁时在少林寺习武长达13年，所以说呢，他是有童子功的，而且他的功力非常的深厚。上一场比赛更是在韩国擂台将韩国冠军啊勒到七窍喷血，观众朋友们那是相当之惨了。然而这场比赛，黄振岳的对手不再是一个韩国人，而是一个小日本子啊！看到这个韩国人受欺负了，小日本子坐不住，赶紧是跳了出来。没有错，本场比赛黄振岳的对手就是眼前的这个矮冬瓜，个子小小的，胳膊腿儿都短短的啊，小鼻子小眼睛，非常符合小日本子的特点。他就是日本选手盐田祈福。观众朋友们，别看这个盐田祈福啊，哪都小，但是这个家伙的身份可不小，他是日本天皇的贴身保镖之一。那我相信有些观众朋友们肯定非常想问了，对方这么矮，这怎么能做这个天皇的保镖呢？观众朋友们，因为这个日本天皇啊，长得也很矮，所以说你想做天皇的保镖，要求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不高。没有错，就是不高啊，你长得矮就行。因为你长得太高啊，太显眼，会抢了日本天皇小子的这个气势。好，比赛开始，来看一下黑色战袍中方选手黄振岳，白色裤衩日本的天皇贴身保镖盐田祈福。둘다 사우스포입니다. 예. 후반이라고는 하지만은 묵직한 한 방은 있습니다. 예. 자, 파고들어서 바로 이 그라운드를 끌고. 好漂亮！我们看黄振岳的防爆摔还非常的不错。对方是突然发起这个偷袭，但是黄振岳呢，他的反应速度也很快。而且这场比赛，我们的少林武僧黄振岳啊，在身高上啊、臂展上都是有优势。 주고받다가 점수 먹으면 좋았는데 그러지 않고 황준이는 상당히 택다운 디펜스를 잘 해냈죠. 黄振岳的话是20岁19周岁啊，对方的话是28岁啊，27周岁。 지금 정타로 들어갔어요. 넘어갑니다. 바로 이제 그라운드로 갑니다. 하지만 포지션이 바뀌고요. 황준이도 만만치가 않네요. 好，小心这个小日本子！哎呦，这个小日本子，别看长得矮，哎呦，这个家伙的劲儿还不小，哎呦，很适合这个扛水泥，哈哈，这个干脆来我们中国当力工啊，扛水泥算了。好，我们注意看黄振岳现在是一个上身位的优势位， 움직임이 유연한 지금은 반칙입니다. 다점에서 니킥이 들어가기 때문에 반칙이고 신승열 레프로 감점으로 이어져야 되는데 치맥탄 아니었기 때문에 넘어갑니다. 자, 다시 왼 다리를 지금 싸잡히고 마는 好，当然我们看这个日本选手啊，哎呦，死缠烂打，哎呦，这个家伙真是烦人的很。 것도 나쁘진 않은데 백 내주면 정말 재미가 없어요. 하지만 일어납니다, 황준이. 굉장히 좀 대처를 좀 잘하고 있어요. 몸이 움직임이. 哎，这个位置要小心了，对方是有个锁技在。 기술이라기보다는 스파링을 많이 한 거예요. 그렇군요. 점점 이와타 케이스키는 힘이 빠질 텐데요. 예. 1라운드 지금 2분 정도 흘러가고 있는데 계속 그라운드를 지금 끌고 가려고 하는 이와타입니다. 이와타가 드디어 实际上这场比赛黄振岳的地面处理啊已经非常不错了，而且他的防爆摔呢做的也是非常的及时。只不过这个日本选手呢，他的偷袭啊真的是炉火纯青啊，非常符合小日本子的性格。 好漂亮！哎呦，打晃了，再来！哎呦，这拳彻底打晃了，上位砸拳。 태클을 지금 4번째 하고 있는데 5번째인가요? 이미 체력이 좀 많이 빠졌습니다. 그렇습니다. 자, 아직까지 황준유가 조금은 여유가 있어 보이는데요. 哦呦，但是这个小日本子非常抗揍啊，观众朋友们。 황준유는 몇 번 위기가 있었습니다만은 哎呦，这个家伙的脑袋难道是龟壳做的吗？很抗揍。 자, 하나 파운딩 지금 집어넣지 못하고 있는 이와타. 这个角度对于黄振岳来讲呢不是很友好，对方是压住了我们一条单臂。 2분도 채 남지 않은 1라운드입니다. 니킥 한 번씩 꽂아줘서 체력 빼내고요. 오른팔은 묶어놨습니다. 黄振岳作为一个少林弟子呢，他更希望的还是打一个站立的拳腿功夫，因为呢这是他比较擅长的东西。
저또 빠져나오죠. 자, 라이트 펀치. 그러나 빗나갔습니다. 이와타는 지금부터 조금 체력 수술이는 것이 낫고 황준이는 점수를 哦呦，对方这完全就是王八拳，观众朋友这是乱伦啊，不是乱打。 돌아가고 있는데요. 좀 위험 부담이 커 보이는데요. 좀 분명히 위험 부담이 있죠. 예. 카운터라든가. 아, 지금은 오히려 백 자, 내주는데요. 백으로 그러나 한 바퀴를 다시 예, 돌아서고 있는 이와타에게 황준예. 백은 안 자, 좋습니다. 끌어당깁니다만은 여의치 않습니다. 이와타가 차분하게 황준이가 이쯤 되면 뒤돌립니다. 네. 팔을 먼저 제압했기 때문에 오히려 백을 백으로 황준이가 가는데요. 잡았습니다. 예. 자, 그러나 뭐 여유 있는 지금 자세는 아니고요. 자, 왼팔을 좀 빼앗긴 상황입니다만 다시 끌어안습니다. 好漂亮，黄振岳拿到一个齐正位，但是小日本子一直在转， 훅이 들어오고요. 对方很灵活， 위기에 처한 但是同时也把后背送给了黄振岳。 1라운드입니다. 我们看一下黄振岳有没有机会做一些个裸脚的机会。 황준이는 실 필요 없죠. 哦，但是这个小日本子像一个乌龟，像一个王八一样，把这个脑袋缩了进去。他没有脖子啊，因为他缩进去了。 쪽으로 넘겨야 되는데 힘 차이가 나고 목에 기술이 들어옵니다. 자, 초크 들어가는데 제대로 걸리지 못했어요. 예, 다시 빠져나옵니다. 好，最后的20秒钟，黄振岳的腿部是个扣，这个小日本子想走几乎是不可能了。 자, 1라운드는 뭐 대략적으로 이렇게 마무리가 될 것 같습니다. 둘 다 좀 지쳤는데 제가 봤을 때는 이와타 쪽이 좀 더 많이 지친 것 같아요. 초반에 확실히 그 몇 차례 태클 들어갔던 것이 好，观众朋友们，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，非常的精彩。双方从战力水平来说呢，我们的黄振岳小黄啊，绝对是有优势。但是从双方的这个地面战来说呢，的确是对方啊更加的无赖。 好，比赛来到第二个回合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，看一下黄振岳能否在这一回合 KO 这个小日本子。我觉得还是有机会，但当然啊，战力上是有机会，地面战上，这个就有难度了，因为这个小日本子啊，他非常擅长打这个地面，他胳膊短啊，胳膊腿都短啊，就打起地面战士的时候呢是比较好发挥的。好，我们仔细来看一下黑色短裤中方选手黄振岳少林武僧。 白色短裤日本选手，日本首相的贴身保镖盐田祈福，哎，打破了，哎呦，这怎么不压上去呢？黄振岳这个有些犹豫了。 아닙니다만 약간 휘청거렸던 이와타입니다. 다시 한번 그라운드 시도하고 있습니다. 쓰러뜨립니다. 好，对方又来了，又把他无赖的一面使了出来。而黄振岳刚刚啊，真应该压上去， 전에 사타 선수들은 그라운드 약했는데 还是有些忌惮啊，不太想和对方呢打这个地面。 굉장히 많은 또 주짓수도 하기 때문에 그라운드 플레이가 나쁘진 않아요. 好漂亮，又一次，哎呦，黄振岳还是不压上去，这个打晃对手没什么意义啊。 킥이 상당히 좋은 선수라고 좀 평가를 还是求稳啊，小伙子的心态啊和他的这个战术还是非常稳。 뛰는 것 때문에 그런 것 같아요. 이런 식으로 다리 잡힌다라고 생각해서 그랬는데 이럴 때는 멀리서 好，能感觉到这个日本选手盐田祈福啊，他现在绝对是没劲儿了， 지금은 황준희의 因为他的突进速度啊和他的抱摔速度都非常的慢。 다시 넘어지네요. 다시 한 바퀴를 돌아서고 있는 이와타. 자, 조금 더 위쪽으로 올라오려고 하는 이와타인데요. 그러나 虽然说我们看日本选手拿到了一个上身位，但这个时候他呀已经非常累了，也做不了什么事情。 황준희의 그 다리가 길어요. 그렇게 되면 그러니까 뭔가 굉장히 얽혀있는 느낌이네요. 那双方现在的这个状况呢，都是比较焦灼。黄振岳啊，我们中方选手不想打地面，对方不想打站立，两个人就尴尬到这儿了啊，有机会。哎呦，这个断头台差一点点。 이런 움직임 나오는 것은 체력 소모되는 거겠죠. 분명히 지금 그라운드에서도 어떤 그 신장으로 인한 차이가 느껴지는 지금 상황이네요. 자, 일단 다시 일어섰고요. 据有效统计呢，在过去的10年里，日本选手的拳击手的 KO 率啊，世界是倒数的，因为他们的这个打法风格非常的无赖，比这个印度人还无赖啊，甚至比韩国人还要无赖。 여기서 움직임이 조금 덜 나온다 싶으면은 언제든지 레프리가 중앙에서 스탠딩 시킬 수가 있거든요. 약간은 지금 소강 상태로 좀 빠져 있고요. 예. 이와타 입장에서는 반갑지 않은 상황이죠. 다리 하나 빼냈습니다. 자, 사이드로 갑니다. 2라운드 이제 절반 시간 흘러갔습니다. 다시 일어섰습니다. 다시 발목을 펴졌습니다. 빠져나왔고요. 체력 완전 완전 좀 빠져있네요. 펀치를 날려요. 이와타가 오히려 먹겠습니다. 당신이 불립니다. 그러나 들어왔습니다. 넘어지나요? 넘어집니다. 야, 지금 어찌 보면은 그냥 쓰는 주먹에 하나씩 걸려들고 말았던 홍준이에요. 예. 원래가 이와타가 好，还有最后的2分钟，现在黄振岳是拿到了一个优势位的把位，但是他的体能啊也剩没多少了， 굉장히 스파링 많이 할 티가 납니다. 双方都很累。但是理论来讲，黄振岳他的这个体能啊应该很好， 좀 입었나 싶었는데 일단 약간은 좀 因为他出身于少林寺。
但这场比赛的话，可能是状态不是很好，因为举办地点并不是在国内打的。好漂亮，哎，打慌了，有机会。对方小日本子又龟缩起来了，哦呦，一旦挨打，这个家伙就龟缩起来，真是个王八蛋啊！观众朋友们。还有1分半的时间，黄振岳想要 KO 对手的话，这个时间啊还是非常充足的。好的，连续的砸拳。신승현 레퍼리도 지금 좀 애매한 상황일 것 같습니다. 애매합니다. 지금 황진혁가 조금만 더 공격적으로 나오면 哎呦，这怎么没？哎呦，怎么又反抗了呢？这个日本选手。好，裁判终止了比赛，赶紧掐人中，赶紧掐人中。这个日本选手没有反抗了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本场比赛让我们恭喜少林寺弟子黄振岳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啊！把这个日本选手这是打死了吗？不管怎么说呀，看到日本选手这个躺在地上不动了，那我这个就放心了啊！我相信屏幕前的您也就放心了。好，让我们恭喜少林寺的弟子黄振岳获得了比赛的胜利，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支持。好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结束了，一拳打倒对手，结束了。给我来架子，又一次。他是少林寺铁腿神僧。腿部的爆发力令人惊叹不已，平地便能跳起3米多高。他自幼在少林寺习武长达19年，凭借一双铁腿闻名于武林，击败过无数来少林寺踢馆的老外。他叫武僧一虎，和一龙、一陈、一豹并称少林4大金刚。但自从不争气的武僧一龙被一个年近50岁的泰国老将 KO 之后，一龙便不再吹嘘自己的金钟罩铁布衫有多么抗打。带来少林寺踢馆的人也变得多了起来，更多的人开始质疑起少林功夫的真实性。然而听说有泰国拳王手提800万来少林寺踢馆，武僧一虎二话不说，霸气迎战，誓死捍卫少林功夫的荣誉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这是一场中泰大战，同时也是一场少林功夫大战泰拳的精彩对局。在泰国一直流传这么一句话，就是泰拳对华500年不败。在泰国人眼中，泰拳是世界上最硬的拳法，而少林功夫就是绣花枕头啊，绣花鞋，中看不中用。我只能说，观众朋友们啊，这帮老外呢是有眼无珠啊，他们是井底之蛙，不知道真正的功夫它的威力如何。本场比赛蓝方选手便是泰国土豪拳王萨克，他非常有钱啊，手提800万来少林寺踢馆。并且表示，观众朋友们啊，打输了不仅捐出800万，而且剃发出家，绝不反悔。最早的那个中立台出来的，那肯定他以前也就是少林的表演团啊，相对就是做套路这一块的表演这一块可能更多一点。但是呢，私下里他们是少林功夫甲天下，就是所有的各种招数，还有搏击、散打、泰拳，他们都会练啊，套路也会练。所以说呢，上擂台的经验是，你看身材也是非常好啊，非常结实。啊，对，武僧一虎绰号铁腿神僧，但是观众朋友们，这场比赛是有限制的。双方约定好了，一虎的腿法呢不可以用得太频繁啊，力道也不可以太猛。好漂亮，主要还是打拳。很多人对武僧一龙的身份啊有质疑啊，质疑他呢是不是真和尚真武僧。但是观众朋友们啊，武僧一虎你是不需要质疑的，他是少林寺老方丈啊，释永信啊，帮他亲自剃发。他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科班出身啊，是真正的少林弟子。这个武僧一虎的动作啊，更多的是摆拳啊、扫腿、鞭腿这样的腿法，略显不是规范，但是这是中国传统武术当中。注意看时间，第一回合还有1分钟的时间。我们看武僧一虎呢打得非常的拘谨啊，这个是没办法的，因为这个擂台是有规则有限制。武僧一虎呢对于这个规则呀也不是特别了解。如果这个比赛是纯粹的比武啊，没有限制的话，点到为止，我相信对方肯定是站不了太久。好漂亮，大摆拳啊！哇，真不愧是老虎。虽然说腿法不让用了，但是拳法依旧是不弱啊。漂亮，双方的拼腿招式很类似啊。我们的比赛是不能搂抱起膝的，任何搂抱动作，包括接腿动作都不能有。
哦，一虎一定要防着对方的膝法，泰国选手膝法是非常重的。哇，又是一个大摆拳，我觉得大摆拳太重了，非常好。扫腿啊！好，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，看一下武僧一虎的精彩表现。第一回合看得出来啊，一虎陆会中的表现的确不错啊，大摆拳非常的重，虽说不快，也没有那么准，但是我觉得打到对方一拳啊，便足以了。比赛消耗体能会非常大一些，看一下第2局的体能储备怎么样啊？一虎打得也非常谨慎的，并不近身，也就说明呢，一虎对膝法还是比较忌讳。我觉得呢，如果说我是一虎的教练，我会跟他说，你不要打那么多没用的东西，你可能就是打你的摆拳，2个摆拳护起来，然后呢，不要低扫踢一踢，是吧？动作单一一点，因为你的体能可能会有一定的吃亏，因为他体重他的肌肉量比较大。哎，很好，漂亮，4个大摆拳打得非常棒啊！此时的武僧一虎，观众朋友们就像一头蓄势待发的猛虎。我们注意看啊，感觉他呢可以随时啊冲出去，而且我们看他始终是占据着笼子中央的一个位置，向这个泰国拳王啊萨克进行施压。对手的话是有着百胜战绩，而且很有钱。当然了，他的钱并不是打拳赚来的啊，因为他本身呢在泰国啊是一个拳馆的老板，本身就很有钱。5，漂亮，这个摆拳没有打到，如果打到的话，可能 KO 的几率还是很大的啊，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。我们少林功夫还是可以的啊，我们觉得我们中国的选手啊，就是在让我这里，在之前我一直对少林功夫可能有一些KO 了，读秒了，对，好，打 KO。观众朋友们，武僧一虎的大摆拳啊，终于是有了效果。这一次读秒看起来对方呢还能打，但是我觉得这一拳让武僧一虎的这个气势上绝对是有帮助。机会，摆拳打起来！哇，摆拳2个摆拳，4个，又中5个，啊，漂亮6个，又一次。观众朋友们，连续命中6拳啊！我们看泰国拳王萨克已经是连站都站不稳了，还能打吗？你还能继续吗？看对方的感觉还能打，但是我觉得对方离被 KO 啊，可能就差1拳了。注意时间，还有最后的10秒钟。又一次，完了 KO 了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这一下彻底结束了啊！不愧是真正的少林武僧。好，观众朋友们不要走开，因为接下来武僧一虎的这一场比赛更加精彩。我们注意看，红色拳套标志性的光头，他便是武僧一虎，而蓝色拳套便是来自于马达加斯加的伊利亚斯·阿比德。与上一场比赛相比，这个阿比德更加的年轻，而且我们注意看他的4肢啊非常的长。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武僧一虎来讲也是一场硬仗啊，对方呢绝对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。这传统武术的功底啊，又有着搏击的技术。是的，双方一开始都非常谨慎啊，相对而言比较谨慎啊，感觉大家屏住了呼吸啊。是的，你看上场之后并没有马上的做试探，还是比较谨慎，控制距离。蓝方选手伊利亚斯·阿比德呢，来自摩洛哥，年龄22岁啊，身高1米82，体重75公斤。红方选手一虎啊，年龄36岁啊，相对来说年龄有14岁的年龄差距啊，14岁年龄差距啊，体能对他来说可能是个很大的考验。身高1米76，体重75公斤。第一回合2位都比较谨慎啊，特别是一虎，应该是把体能分配好啊，没有把握第一回合终结掉对方的啊，不能太消耗过多的体能。虽然说这个伊利亚斯·阿比德有着超强的臂展和超远的外围打击，但是今天在武僧一虎的面前呢，我们看他是完全没有发挥。不排除一点，他可能是被武僧一虎的这个身份啊和气势给吓到了。哎呦，
哈哈，刚刚一个驴打挺，哎呦，这一下差点把裁判给 KO 了。武僧一虎要小心，裁判是我们自己人啊，是我们中国裁判。也有看很多误伤裁，哎呦，漂亮！我们知道一虎的摆拳力量。哎呦，一虎刚才不小心啊碰到了裁判，他很自责，他把这个气撒在了对手身上。两个摆拳，漂亮！一虎发威了啊！虎威啊，虎威啊！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的病猫啊！漂亮，就速度。击斧，击头，看得出来啊，南方选手在力度打击上和一虎还有很大的差距。1.82米的身高，最后10秒。再上！哎呦！全打住了！来，一虎赶紧！一虎！好，观众朋友们没有错，让我们恭喜武僧一虎这场比赛战胜了伊利亚斯阿比德。我们注意看，哇，这手已经是直挺挺的躺在了擂台上，是死是活不清楚，现在是生死未卜。但是我相信武僧一虎应该是有所留手，并没有下死手啊！让我们恭喜武僧一虎。好，再次恭喜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